好耶，又来给屏幕前绝绝子的你做绝绝子的视频啦。本期视频的主角是月城柳。那么视频开之前，还是例行声明一下，本期视频的所有录屏和数据都来源于创作体验服，创作体验服仅供参考，大家届时还是以正式服实装的数据为准。那么视频的开头，我先给柳做一个总结。个人玩下来，在当前版本，柳是和简一样，处于现版本全由最强梯队的一个角色，它和简之间可以说是各有优劣。如果我们谈论的是整个队伍的伤害上限，那么柳队的伤害上限会比简队的伤害上限要更高一点，特别是和伯尼斯一起打的紊乱队，柳队的伤害上限高的会更加明显。也就是说，柳会比简更快的带走精英怪和 BOSS 怪，而简对比柳的优势在于，简在场上会显得更加的灵活。不管是它的闪避也好，它的冲刺也好，各方面呢玩起来的手感都比柳要显得更加轻盈一点，并且简作为物理强击角色，在清小怪方面会比柳要更加的顺滑更快一点。因为只要出强击，小怪就被清走了，而不像柳啊，出了感电呢，小怪是不会被清走的，而是要多打几下，小怪才会被清走。好的，那么总结完两个异常大 C 各自的优势，接下来还是老规矩，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柳的详细技能机制和实战中的一些手法细节，方便屏幕前的各位新手玩家快速的上手这个角色。如果屏幕前的你是已经完全了解他的技能机制和操作手法的老手，可以选择跳过这一段，从本期视频的11分50秒开始看哦。月城柳的技能虽然看着复杂，但实操起来总结下来是很简单的。它有两种普攻模式，实战中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普攻模式 AAA 就可以了。然后能量足够了，打长按的强化 E 技能就可以了。这就是它的一个实战总结。好的，大致总结完之后，我来给大家详细解读它的技能机制。先来说它的普攻。实战中，柳的普攻分为上旋和下旋两种普攻方式，其中上旋普攻的动作是这样的，一直对前方的敌人进行突刺和劈砍，而下旋普攻的动作是这样的，在普攻的过程中会有一个砸地的动画和一个踩地的动画，其中使用上旋普攻和下旋普攻都能享受到不同的增益。上旋普攻的增益是自身的电属性伤害提升 10%， 并且在普攻的时候柳自身的抗打断等级提升，而下旋普攻的增益是自身的穿透率提升 10%， 并且下旋普攻更容易打断敌人。实战中我们可以观察柳的头像下方，当头像下方左边这个蓝色方块亮起的时候，代表上旋增益现在正在生效，而当头像下方右边的黄色方块亮起的时候，代表现在下旋的增益正在生效。实战中上旋普攻的伤害倍率和失衡倍率都会比下旋稍微低那么一点，这个是它11级普攻的时候上旋和下旋分别的伤害倍率和失衡倍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经过本人的实测，上旋普攻把敌人打进感电异常的速率呢，会比下旋普攻稍快一些。总结下来就是上旋和下旋都有各自的优势，大家实战中可以选择自己觉得顺手的那一个普攻进行输出。那么我们要怎么切换它的上旋和下旋呢？很简单，只要按一下 E 就能切换，不管你现在 E 技能的能量够不够，按一下 E 都能切换。比方说我现在是一个下旋的输出模式，好的，我现在按一下 E， 我切换成上旋了，然后我再按一下 E， 又切换成下旋的输出模式了。并且每一次按 E 切换输出模式呢，我们都可以继续保持上一个输出模式的架势增益，持续8秒。什么意思呢？比方说现在这一段录屏，我的输出模式是下旋的，而且头像下方也只有下旋的增益。现在我们按 E 切换成上旋，
虽然我的动作已经变成上旋的了，但是我能同时吃到8秒的上旋和下旋的增益。8秒过后，我们再按一下 E， 动作虽然已经切换成下旋了，但是能同时吃到8秒上旋和下旋的增益，很容易理解吧？这样的机制就说明了官方鼓励我们每8秒钟按一下 E， 这样呢就能一直保持它上旋和下旋的增益存在。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说了，我可能更喜欢上旋的输出手感或者下旋的输出手感，那每8秒钟按一次 E， 它不是会切换模式吗？这个简单，小问题。比方说屏幕前的你可能更喜欢下旋的普攻方式，那我们点一下 E， 再按一下 E， 它就切回下旋了也就是说，实战中你想保持同一种普攻方式的话，你就点按2下 E 就能一直保持同一种普攻方式了。不仅如此，官方可能就是考虑到了屏幕前有的玩家可能只喜欢用一种普攻模式，所以他专门给我们设计了，就算在能量充足的情况下，点按 E 切换普攻模式是不会消耗能量的特殊机制。那现在我并没有给柳开启角色无限能量，但是我点按 E 切换普攻模式是不会消耗任何能量的，而柳的能量只有在长按 E 的时候才会进行消耗。这一波设计官方可以说是很贴心了。接下来我们来说月城柳最关键的技能，那就是能量足够的情况下的长按 E 技能。能量足够时的长按 E 技能一共有3个效果。第一个效果，在发动招式时，月城柳会处于无敌状态。第二个效果，招式发动之后，月城柳会进入15秒钟的森罗万象 buff 状态。我给大家看一下，发动长按 E 技能，月城柳的能量条下方就会出现一个圆圈，代表它进入了森罗万象 buff 状态。当这一个圆圈的进度条结束之后呢，它就会退出森罗万象的 buff。这个森罗万象 buff 有什么用呢？进入森罗万象状态之后，月城柳的所有普攻都会从第3段直接开始，看见没有？我这上旋普攻是从第3段开始的，我切换成下旋之后，也会从第3段直接开始。这就是森罗万象 buff 给我们带来的加持。退出森罗万象 buff 之后，我们就只能从第1段开始了。而最后一个效果也是长按 E 技能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在使用长按 E 技能的时候，月城柳不是会有一个下落攻击吗？而这一个下落攻击命中处于异常状态下的敌人时，将会触发一次特殊的紊乱，名字叫做极性紊乱，对目标造成原本紊乱效果 15% 的伤害的同时，额外附加月城柳 2975% 的异常精通的伤害，而且极性紊乱不会清除目标所处的异常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先让怪物触发异常状态， OK， 触发感电异常了，这个时候我们接长按 E 技能，会额外触发一次紊乱，并且这一次紊乱并不会清除怪物身上的任何异常。也就是说，月城柳在战场的时候能同时触发紊乱和感电2种异常伤害，伤害非常的爆炸。如果队伍里再加一个伯尼斯，那么我们就可以同时打出感电、灼烧还有紊乱3种异常伤害，伤害更是爆炸。好的，最关键的普攻还有 E 技能已经说完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柳在实战中一些不怎么关键的技能。它的闪避、冲刺攻击、闪避反击、快速支援、招架支援和支援突击呢，都是比较平平无奇的，每个角色通用的那一种技能。唯一值得一提的就是它的闪避反击、快速支援还有支援突击都可以直接衔接普攻的第3段。它的连携技也是平平无奇的通用技能，而且连携技也可以直接触发普通攻击的第3段。而它的终结技就有一个特殊效果了，终结技不仅可以造成大量电属性伤害，而且终结技也免费附带一次和长按 E 技能一模一样的特殊紊乱效果。
而且使用终结技之后也能直接衔接普通攻击的第3段。来给大家展示一下，使用终结技先造成大量电属性伤害，然后附带一次和长按 E 技能一模一样的紊乱效果。最后它的核心技，第一个核心被动，月城柳发动强化 E 技能之后，队伍中任意的角色施加紊乱的效果时，紊乱的倍率提升 250%， 任意紊乱哦。比方说我是伯尼斯施加的紊乱，伯尼斯也可以吃到这个250的提升，持续15秒。而且强化特殊技命中敌人时，月城柳对目标造成电属性伤害提升 20%， 持续15秒。第二个额外能力就是队伍中存在其他异常角色或者与自身属性相同的角色的时候可以触发，切换架势后，月城柳的普通攻击命中敌人时，电属性积蓄的异常值提升 45%， 持续8秒。接下来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柳的实战输出手法。首先，切出其他电系以外的异常角色，给敌人挂上非电系异常，然后用辅助队友给柳上拐，然后切出柳来，能量不够的时候一直平 A， 而能量充足的时候长按 E 打特殊紊乱伤害就可以了。等队友的增益结束，比方说伯尼斯的燃油特调结束了，我们再切出伯尼斯重新上燃油特调，然后再切出赛斯重新上盾，以此循环即可。值得一提的是，在柳6号位不带能量恢复的情况下，它在战场输出的时候，它的回能可以让它每8到10秒打出一次强化 E 技能，也就是当8秒双重增益的时间结束之后，我们又能很快的刷新这双重增益的时间，可以说是非常的安逸啦。以上就是柳的所有技能机制，还有实战中的输出手法细节详解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个人感觉已经是保姆级的讲解了，如果对你有所帮助的话，还不要忘记给一个免费的赞支持一下哦，非常感谢大家。接下来进入实战环节，先给大家打0+1的实战，后续我会给大家补充0+0平民实战的，大家稍安勿躁。目前我的柳是一个2+2+2的套装，然后呢，基础面板是这样一个样子的，天赋点成的全11 ABCDEF 全部点上。测试关卡选择的是与空洞为敌2，也就是黑简在的那个关卡。为了防止屏幕前的你们说什么，伤害全是伯尼斯打的，我这边故意先不上伯尼斯，只上一个赛斯，我们看一下柳自己的伤害是怎么样的。好的，我们现在攒能量，快点把强化 E 技能给开出来。好的，现在使用强化 E 技能，一个紊乱20多万，打小怪身上是39万。然后我们再继续嘎嘎输出，等强化 E 技能有了之后，再使用强化 E 技能，精英怪34万多的伤害就被带走了。怎么样？是不是柳自身的伤害就非常的不俗？加上伯尼斯的话，这一个伤害更是嘎嘎乱杀，而且加上伯尼斯触发的紊乱也会更多。好的，这边又触发了一个紊乱。基本上就是每8秒可以打出一个强化 E 技能的状态。等2只怪聚在一起，再使用强化 E 技能，2个紊乱就打出来了。好的 ，BOSS 来了 ，BOSS 来了，我们赛斯续一个盾，直接交大招，把他的感电条给打满。Nice， 第一个紊乱出了，第二个紊乱又出了。柳在场上就是可以这样频繁的触发紊乱，可能他的这一个特殊紊乱的伤害数字并没有捡得一次强击的数字那么高，但是胜在触发次数非常多，所以柳在打 BOSS 打精英怪的时候的清敌速率是要比简要快的。来这边我赛斯再上一个盾。等我柳能量满了，再触发一个紊乱，你就被带走了，妹妹。好，这就是0+1的柳自身伤害输出的一个表现了。接下来我们把队伍里面加入伯尼斯，再实战一下看看。
这一单陆平队伍里面加入了伯尼斯，可以说是柳的一个完全体队伍了。也不是完全体队伍啊，完全体队伍可以把赛斯给它换成丽娜呀、凯撒呀什么的。伯尼斯先上灼伤，好的，赛斯上盾。我们队伍里有了伯尼斯的话，柳就不仅可以打自己的那一个特殊紊乱，也可以和伯尼斯一起打普通紊乱。你看，这精英怪身上很快出了2个紊乱伤害出来，直接就被带走了。就清精英怪、清 BOSS 的速率非常快，只不过清小怪的速率还是不如减的那个强击来的快啊，这个各有优劣吧。来，伯尼斯先烧一下，赛斯出来补一个盾，等2只怪聚在一起啊，我们直接打核爆。直接2只精英怪瞬间就被带走了，50多万的紊乱伤害，舒服不舒服？好的，依然是和刚刚的手法循环一样，先给黑简上灼烧，然后赛斯上盾。柳出来直接交大招，大招应该能打出第1个紊乱。第1个紊乱之后，我们立刻长按 E 打出第2个紊乱，我们还有能量，再长按 E 打出第3个紊乱。然后第4个紊乱是普通紊乱，又直接出了。当你有柳和伯尼斯在场上的时候，紊乱就能像连续核弹一样触发，瞬间把对面的 BOSS 怪和精英怪给蒸发掉。与空的维迪2最后打了1分22秒，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说一点题外话啊，实战中个人更偏向于使用下旋的输出方式，为什么呢？因为下旋在实战中能一直把对面的精英怪一直给打断，对面被我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输出起来很安逸。到时候大家如果抽了柳的话，可以实战一下，感受一下哦。好的，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一场0+0的实战。我给他的殷勤换成了轰鸣座驾，然后呢，基础面板属性和刚刚一模一样的，天赋等级也是和刚刚一模一样的0+0的柳。关卡依然是刚刚的那一关与空洞维迪2。与空洞维迪2开局的这个明辉对柳完全没用啊，这还是有点难受的。伯尼斯先上灼伤。手法也和刚刚一模一样啊！好，攒出第1个强化1技能的话，我们就开始打紊乱。哦呦，这一波紊乱伤害波及到了3个小怪耶！可以可以，这波甚至可能会比刚刚打的那个0+1更省时间啊，因为手法和运气都比较好。来，赛斯上盾，依然是等2个精英怪聚集在一起，然后使用长按 E 打紊乱核爆。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就算是0+0的柳，它其实实战强度也是很足的。它的专属殷勤给它提升的数值虽然不俗，但是柳主要强是强在机制。它的那个特殊紊乱不会清空怪物身上的异常条，这个机制实在是太逆天了。就在场上，紊乱伤害能一直出，非常的舒服。你看，又出，来长按一技能又出，看见没有？这就是柳实战的一个含金量所在。不过呢，和专属殷勤之间的数值差距就体现出来了。专属殷勤一炸是能有40万，将近50万的啊。这边轰鸣座驾打的数值呢，就不如专属殷勤多。最后打下来的时间是1分23秒。好的，实战环节结束。接下来我跟大家说柳的配对、驱动盘还有殷勤应该怎么弄。先来说异色紊乱队。异色紊乱队的话，我们柳加上伯尼斯，再加一个辅助角色就可以了。而这个辅助角色应该怎么选呢？如果想走极致输出流的话，就选丽娜，因为丽娜的额外能力可以让任意角色对敌人施加感电效果时效果提升3秒，
并且场上处于感电状态下的敌人时，全队的电属性伤害都会提升10%，相当于是一个输出专精类的辅助。但是如果你想玩得更加安逸的话，可以选择凯撒，平民玩家则可以选择赛斯，这样的话你的队伍会变得舒服很多。既没有丽娜也没有凯撒和赛斯的话，下位替代就是露西了。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问了，另外一个异常队友可不可以不是伯尼斯呢？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比如说给他换成派派，我们就直接触发不了派派的额外能力，所以给他换成派派的话，其实不如让简当主 C。而给他换成格丽斯呢，队伍就只能打出柳的那一个特殊紊乱了，而常规紊乱就打不出来了，其实也不是很合适。所以屏幕前的你如果要打异色紊乱打法的话，我个人建议伯尼斯还是挺必要的啊。而如果你实在没有伯尼斯的话，你可以放弃常规紊乱伤害，只提升柳自身的那一个特殊紊乱伤害。个人建议就像这样，直接给他换成2个辅助角色，实战起来也是非常不俗的。但个人觉得最好还是和伯尼斯组成异色紊乱队哦。接下来我们来说驱动盘套装的带法。一般来说，柳的驱动盘套装，屏幕前的你或许会有3个疑问：它是应该带2+2+2呢，还是应该带混沌爵士4件套，还是应该带雷暴重金属4件套呢？我跟你们说，首先排除雷暴4件套，雷暴4件套的伤害是3个套装中最低的。接下来这一段是2+2+2的一个伤害，伤害比雷暴重金属4件套高出了很多。最后是混沌爵士4件套的表现，伤害呢又比2+2+2高出了一些。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19万左右的伤害是吃到了混沌爵士4件套的从后场进入前场的一个增伤才打出了那么多伤害。如果不吃这一个增伤的话，混沌爵士4件套和2+2+2的伤害打出来是差不多的。以个人的经验来说，我个人推荐优先混沌4件套，然后2+2+2，雷暴重金属4件套不用去考虑。那至于自由蓝调4件套合适不合适呢？其实也是合适的，但是考虑到队伍里面的自由蓝调，它可以让赛斯或者让丽娜带呢，让柳带自由蓝调的就显得比较浪费，所以个人还是推荐混沌4或者2+2+2哦。词条方面，6号位选择异常掌控，5号位选择穿透率或者雷属性增伤，4号位选择异常精通，没啥好说的。小词条的话，异常精通是最重要的，其次是穿透值和攻击力，给大家参考。接下来武器推荐环节，柳的专武十残奇谋呢，其实提升还是非常大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伤害方面的对比。伤害方面的对比呢，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专武对比其他武器来说一骑绝尘，其次是精炼5阶的触电纯彩，当然精炼1阶的格丽斯专武编译器也是很不错的。但是专武除了伤害提升以外，还可以让它的电属性异常累计效率提升30%，这个是其他武器做不到的。而且专武的覆盖率很高，什么操作都不需要，只需要点一下 E 就可以全程覆盖这一些效果了。所以个人感觉它的专武还是挺推荐抽一个的。那如果你不想抽专武的话，下位替代有3个。首先，如果你要走伤害流，就选择高精炼的触电纯彩，伤害是所有的下位替代中最高的。而你要走综合流呢，就选择高精炼的轰鸣座驾，因为轰鸣座驾也可以让异常累计效率提升40%，虽然伤害没有专武高，但综合也很不错。那这2个武器，如果你都没有那一种精炼值很高的呢，你就直接给它带上精炼1阶的嵌合编译器就可以了。其他的武器呢，不算非常推荐啦。
以上就是灵命月陈柳的所有详细评测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由于我最近比较忙，所以隐化的提升呢，或许会在过几天后给大家带来，放在视频的2P，大家也稍安勿躁一下。届时2P 发布的时候，我会捞一下的，大家也可以保持期待。你也可以收藏一下本期视频，到时候2P 发布的时候呢，直接点进来看它的隐化提升。还是那句老话，祝你欧气满满，身体健康，再见。